子，公子，你醒醒！公子怎么还没醒？要不要再去请大夫？唉，老爷刚花了100万两买下乡侯爵位，少爷竟然就被打傻了。若是少爷一直醒不过来，老爷该怎么办呀？这是什么套房？公子醒了，快来人啊！公子醒了。公子，您口渴吗？奴婢去给您倒水。公子小心些，您昨日伤到头，可千万别留下后遗症了。我这是穿越古代了。刘真看着眼前的4个婢女，脑海中突然涌入一股记忆，他竟从现代穿越到龙岩王朝，前身是凉州首富刘大豪的独子，从小备受宠溺，不仅挥金如土，纨绔成性，父亲重金买下乡侯爵位后，他更是无法无天。昨日在凉州诗会醉酒，竟大胆轻薄太守之女陈若诗，被仆役暴揍身亡，从而迎来了他的灵魂。真是造孽啊！这样的好日子竟然不珍惜。老爷来了。可怜吾儿啊，小小年纪遭那般皮肉之苦，这陈家老贼当真可恨。父亲慎言，那可是太守大人，以下犯上会惹祸的。为父伤心的不是你胡作非为，这些都是你本性，坚持本性实属难得，为父欣慰。那父亲您是啥意思？儿啊，只怕咱们的好日子要没了。你昨日闯的祸，陈老贼抓住不放，这次恐怕咱们家要遭大难了。让开让开，你们家老爷何在？真是说啥来啥，这怕是来抄家了。爹，咱们出去看看。刘乡后何在？执太守令，着你今日之内拿出100万两钱，以应前方战事之需。因刘乡后账目短缺，前来助你变卖家产。贵公子恶行可酌情处理，乡后爵位暂留，待日后观其德行定夺。爹，不能让他们抄家。儿啊，不可冲动，由他们去吧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抄家！是。前朝青花瓷一对，都给我小心点，这可是我罗家的东西了。刘乡后，先行谢过。水墨兰亭一幅真迹，这幅画是我王家的。爹，吾儿不必自责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赚钱对为父来说有手就行，只要你没事儿就好。咱家变卖的东西不够100万两，随他们折腾，总不能抢了咱的庄园，我怕你没钱度日，偷藏了500两现银，你省着点花，给为父半月时间，定能东山再起，让你继续挥金如土。爹，刘真看着手中的钱袋，百感交集。他明白，在龙岩王朝，爵位比钱财更重要，必须先保住乡后爵位。对了，凉州诗会是太守陈平主办的，如今诗会才过去3天，还有机会挽回局面。爹，这陈太守平日最喜好什么？正儿可别胡闹，我骂他老贼，是他因钱财仰仗我，他可不会给你面子。爹，你但说无妨。龙岩文风大盛，陈平老儿最喜诗词歌赋，凉州诗会就是他搞的。不得不说，你昨日在诗会最后撒尿，颇得为父之风啊。嘿嘿，那咱去诗会再观摩观摩。争儿切莫胡闹，再闹爵位都要没了。眼睁睁看着他们抄家，怪难受的。好好好，那咱们走。不过说好了，只许观摩，不可惹事，更不可饮酒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又是你家没有茅厕不成？我劝你赶紧离开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二位兄弟，行事何必如此拘泥？我们只是进去看看，放心放心，小事儿小事儿。
我看刘襄后定是想来跟太守大人致歉，此心可见啊，但切记不可惹事，进去吧。秦大才子，今日气色怎这般枯槁，痛煞小弟也？张才子，不敢不敢，昨夜偶得佳句，仿若天赐，愚兄心中惶恐，连夜品读，待师承已是天明，惭愧惭愧。可否读来让吾等品鉴？将军立城东，壮士会挽弓，挂旗迎风展，大炮轰轰轰。好，不愧是秦大才子，才华果然远超我等。老爹，你看这些人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。别管他们，咱们就是来凑热闹的。走走走，找位置坐下。快吃点，为父钱袋里1文钱都没有了，恐怕还没等你娘亲回来，家里就揭不开锅了。太守大人到。文人们纷纷起身，目光投向门口。陈太守带着女儿走入会场。陈若是年仅16，是凉州有名的才女，兼之容貌绝美，被誉为凉州第一美女。昨日刘征醉酒冒犯的人，正是这位太守千金。值100万两白银，值了。敌人立修远，见过太守大人，见过太守千金。草民忙从文，见过太守大人。众文人纷纷报上姓名，想要在太守面前留下印象。陈平笑着摆手，示意众人落座。诸位不必客气，既然是在诗社，那我们都是诗文同好，尽兴即可。诗酒弄了天下盛事。诸位公子，今日诗会与前几日不同，太守千金正值双8年华，爱好诗词歌赋，愿借此诗会觅得良配佳婿，诸位可要努力了。请问大人如何评比？是白公子，凉州第一才子白楚风。传闻他一时官身，竟然夜来征婚。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陈小姐待字闺中，鄙人自然也有机会。我不是凉州人士，不知是否有机会。竟然是世子殿下，汉中雍王的儿子谢康成。诸位，评比分为3轮，第1轮太守大人出题，现场作诗，先到者得，取前100名。第2轮王大学士出题，取前10。第3轮陈小姐亲自出题，取头名。如果头名不是小姐心意之选呢？若头名非小姐心仪，太守大人会奖励头名一个可满足的要求。老爹，咱要赢了，娶她还是拿回爵位？征儿，你脑急还没好全。你平时买诗装场面还行，这等角逐哪有你的份儿？咱说好，只看热闹的，吃完就走。诸位，第1轮开始。凉州多雪，那我们便以雪为题。诸位开始吧。亚秦真冷，复见窗户明，夜深知雪中，时闻折竹声。好诗，真是好诗，好诗啊！确实不错，把夜雪的静谧写出来了。剑外从军远，无家与寄依。散关3尺雪，回梦旧冤机。哼！晨起开门，雪满山，雪径云淡，日光寒。烟柳未低，梅花动，一种清孤，不等闲。吾儿想试试，你等为父片刻。为父认识几个私塾老学究，去买几首诗来，取前100还来得及。老爹，不用买，我自己来。你这登徒子！恶贼，你还敢在此闹事？这不是刘家那个纨绔吗？他也敢来作诗？哼！有辱斯文，赶紧把他赶出去。刘向后，你可知擅闯诗会，扰乱秩序是何罪？江上一笼统。这叫什么诗？大白话也敢拿出来？登徒子就是登徒子，根本不懂诗文。井上黑窟窿，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闻言，众人皆是一愣，从先前的满脸嘲讽到满眼的震撼，这4句看似直白的打油诗，让在场所有文人都陷入了震惊。好诗，无雪字却满篇是雪，妙了。尤其白狗身上中一句，把雪落全身的模样写活了，堪称神来之笔。刘襄后可在？太守大人，小的在。
你我多年好友，何必拘束？你这儿子好胆色啊！我若把他赶走，岂不是说我堂堂一太守度量太小？继续吧。多年好友还坑我100万银钱，若是你觉得呢？父亲自有决断，女儿无异议。好，摆明已足。接下来第2轮开始。所谓水为酒之骨，酒为士之魂。今日大家欢聚一堂，便以酒为题，各自发挥吧。这次容我先拔头筹。雨中近火空斋冷，江上柳莺独坐听。把酒看花想驻地，杜陵寒食草青青。清香异露对高斋，泛酒偏能换履怀。不似春风逞鸿雁，镜前空坠玉人钗。爹，且看你儿如何装逼拿捏他们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。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好词，这是何等绝妙的词啊！此词一出，再无关于酒与月的佳作。我欲斗诗100篇，金陵世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又是一首好诗，这气魄简直无人能及。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桃花仙。桃花仙人种桃树，又摘桃花卖酒钱。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换来花下眠。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。刘征话音落下，许多人瞬间起身，纷纷拍手叫好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他昨日的无礼之举只是假象？这还是无儿吗？好，前10名已出，刘征公子以绝对优势排名第1。第3轮正式开始，小姐，请您出题。既然事关选序，那便逃不脱一个情字。大家以情为题，题材不限，自行发挥。别梦依依到谢家，小郎回河取兰鞋。多情只有春庭月，犹为离人照落花。酷怜风月为多情，还道春时别恨生。倚柱寻思被惆怅，一场春梦不分明。好诗，把相思之苦写得淋漓尽致，意境幽怨，确是佳作。别来半岁因书绝，一寸离长千万劫。难相见，亦相别。又是玉楼花似雪，暗相思无处说。惆怅夜来烟月，想得此时情切，泪沾红袖月。谢康成的词以情为引，却带着几分家国之气，比白楚风的深闺怨情更显大气。刘公子，该你了。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入我相思门，知我相思苦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。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骊山语罢清宵半，泪雨零零终不怨。何如薄幸锦衣郎，比翼连枝当日愿。晓看天色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还有谁？还有能打的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苦读10年，竟输给一个只会挥霍的恶徒。他肯定是作弊，这诗绝不是他写的。肃静，肃静！恭喜刘襄后之子刘征成功夺魁，此次诗会。嘿嘿，承让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陈太守，你怎么说？登徒子，你眼珠子一直看什么？无礼！本人从小看到美人便挪不开眼，汝等可以称之为天性，也可以称之为习惯。总之，我赢了，不是吗？登徒子，贤侄真是好文采呀！既然赢了，那便应履行奖惩。陈太守，陈小姐天香国色，蕙质兰心，万万不可下嫁此等登徒子啊！我愿一剑杀他，以命抵命。岳丈大人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了。刘征放肆！你怎能如此无礼？儿啊，这是干什么啊？万万不可！这陈平老儿可不是什么好货色。爹，你说的什么胡话？还有比能成为太守女婿更好的事情吗？这可是名利双收啊！无耻！你一个7尺男儿，
竟想来做赘婿。果然是纨绔本性，只想靠联姻攀附权贵。贤侄，话虽如此，本太守也很欣赏你的才华。然而婚姻大事，两情相悦，先前咱就说好，若是小雨无心好事，便有另一种奖励，不是吗？太守所言可是无条件应我一个要求，不分伯后。这倒不假，只是昨日100万银钱已经全部发往前线，贤侄若是要帮你父亲拿回家产，着实有点难了。太守大人，刘征昨日放浪形骸，实属不该，这次幡然悔悟，本想。贤侄，你不必再说，念及刘襄后增援粮草有功，算是为我凉州安定做出巨大贡献。本太守决定，家产不奉还，但爵位可升至县后，如何？啊，太守大人就这样吗？我可以再选陈小姐吗？我还是觉得放肆。东徒子，你不要不识抬举。儿啊，见好就收，县后已经很好了。既然如此，不知太守大人给我父亲哪方县后？务下凉州3个州县没有县后，不如贤侄自己选一处。龙岩王朝爵位分乡后、县后、州后等，如今财政吃紧，乡后、县后可花钱购买，其中县后有封地，相当于后世的县长。自然是乌州最好，毗邻精华，繁华富庶，最符合纨绔的胃口。此言差矣，克州人口多，想做富家翁就选克州。不过一个纨绔，选哪都一样，反正守不住。莫非你还指望他能把银州盘活？那地方连耗子都不去。吾儿自作定论便可，为父没有任何意见。太守大人，我选银州。他竟然选银州，我没听错吧？果然是纨绔，连好坏都分不清。银州那地方，去了就得喝西北风。贤侄，你确定要选银州？刘征，若你酒醉未醒，待清醒了再来抉择。刘孝后辛苦一生，切莫被你付之东流。那银州贫瘠至极，人口凋零，人称不治之地。你怎能如此糊涂？征儿，你为何要选银州？嘿嘿，没错，就是银州。不过太守大人，我刘征胸无大志，就想做个银州二世祖，不惹纷争。但银州毕竟贫瘠，您得给我们些创业资金吧。真是眼光短浅，若给我这机会，定选梧州大展宏图。他却只想着要钱。此子将物刘贤后也，刘大豪英雄一世，竟要败在独子手上。贤侄此话有理，刘后去银州本就是为凉州安定出力，我便给你们1000金做盘缠吧。银州百废待兴，还望刘后多操心。谢太守大人，您真是体恤下属。来人，去1000金票据给贤侄送上。爹，咱们走。荒唐，十足的败家子。刘县后半生辛劳，终究是错付了。大人，此子不足为虑，没想到刘大豪英雄一世，却生了这么个败家子。为了1000金选银州，从此刘大豪很难在凉州翻身了。若是啊，以后你要学着点看人。刘征文采尚可，但纨绔本性难移，这乱世文不如武，他成不了气候。爹，我知道了。刘大豪此人胸有沟壑，不可不防。吩咐下去，随时掌握他们父子的行踪，如有变数，立马汇报。是。征儿，咱真要去银州，那可是不治之地，连官府都不愿派人管啊。爹，银州是咱们最好的选择。您和陈平表面称兄道弟，背地里恨不得对方消失。若我们选乌州或克州，他能放心吗？你已经看出来了？当然，而且不治之地治起来才更有成就感。老爹是怪我贪图这10000两白银。吾儿这话可伤透为父的心了。为父赚钱不就是为了你？你尽管花，老爹以后再挣就是。这帮土匪竟把我们的宝马都牵走了，我们本想骑马去银州，现在可怎么办？没想到我刘大豪富贵一生，最后只剩你们2个陪我落魄。
爹，这是有人故意羞辱我们，那咱们便骑驴去。争儿莫急，咱有1万两银子，买不起宝马，买几匹凉州马总够。今日离凉州，怎能让他们看笑话？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？本就落魄，不如索性自在些。古有刘景升单骑入荆州，今有刘家翁2驴闯银滩。爹，待我们再回凉州，便是他们给咱牵马坐凳之时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爹信你，咱父子俩就去银州闯一闯。刘大豪吩咐好府上之事，父子2人立刻骑着毛驴前往银州。街道上的行人有的指指点点，有的低声嘲笑，2人都视而不见。刘家翁驴打旗出凉州，乱天意，封三娘不停蹄，银州滩忘东西。红窑中的封三娘是刘征母亲，身为镖师的她此刻正在金华走镖。嘿嘿，这童谣还挺押韵。诸位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刘县侯，此行前途漫漫，好生注意安全啊！刘县侯，我们带你再回凉州之日。刘县侯是去就任高官，你们何必搞得如此哀叹连连？哼，钱老二，我就知道今天少不了你，老子一走，你便是凉州首富，不至于如此小气吧？刘兄此言差矣，您经营一生的产业尽数归于我手，我怎会冷嘲热讽？我是来送礼的。你竟敢送棺材！刘兄要知我心意啊，银州是不治之地，路上若遇想把土匪，总不能扑食荒野吧？钱老爷说的对。嘿嘿，柳木棺材造价不菲，钱伯伯有心了，奈何2头驴拉不下，不如折线可好？好，没想到刘兄竟生出你这么个玩意，折线200白银，谢钱伯伯。够了，刘征，你当真要做那贪财庶子？我喜欢钱关你何事？你若贪银钱，本小姐给你，但我有一要求，昨日那诗再来一首，若我满意，这1000两银票给你。10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，应不识。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，明月夜，短松冈。他竟真如此有才华，唉，也好自为之。谢陈小姐。邓兔子。陈小姐，滚啊！老爹，你说他是不是看上我了？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赶紧赶路吧。争儿这鬼地方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这把老骨头快扛不住了。爹，你再忍忍，按路程明天就能到银州了。不过这地方有些古怪。争儿地方古怪，你兴奋什么？老爹，你没觉得奇怪吗？驴走下坡时速度慢吃力，上坡却健步如飞，这不合常理呀。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难道我们走到鬼城了？什么鬼城？是这里磁场不对。刘征心里十分清楚，磁场紊乱只有一种可能，附近有大规模的矿脉，无论是铁矿、金矿还是铝矾土，只要储量惊人，就会影响周围的磁场。这对他来说，无疑是意外之喜。银州不仅有盐，可能还有矿。嘿嘿，果然是宝地啊！磁场矿那是什么？按地图，这里是扬州的望山坡，望山跑司马就是因为磁场影响方向。扬州比银州稍好，但也是贫瘠之地，日后咱们把它拿下。听你的。天黑前先去扬州住宿，明天再进银州。好。快把百米放出去，把门关上。OK。掌柜的，这是何事？矮位客官，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呵呵，客官可是外地人。掌柜的，你们这把大门关上作甚？莫非是黑店不成？客官，今日马匪进城，干的都是烧杀抢掠的事情，你们暂时可别出去。马匪、土匪，那掌柜你为何如此淡定？马匪每月都来，扬州县侯力有不逮，不做抵抗，还公告全城，若不想被抢，每家每月备足粟米2担，放在屋门外，
马匪拿了便走，若是不准备或反抗，官府一律不管，还要追究违令之罪。此等无能官府要来何用？他们还有脸面征税吗？客官切莫乱说，这要是被府兵听见，小的这酒馆都得被抄了。说得好，如此无能，官府还有颜面征税，为父母官却对百姓不管不顾，当猪之。大爷，别给小的惹事儿啊！小的这酒馆还要开下去呢。纵观整个扬州城，只有小兄弟对我胃口。来，干一杯！呀，不要啊，放开我！小娘子长得真俊，跟爷回三寨当压寨夫人。是对面张裁缝的女儿，她今年才14，造孽啊！一群懦夫！掌柜，给我一把菜刀来！小兄弟有胆气，看你身材单薄，不是习武之人，让我秦长风会会这些马匪。尔等马匪，可敢与我秦长风一战？你是何人？敢坏老子好事？尔等贼人，拿命来！竟然敢有人不长眼，坏兄弟几个好事，走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我的胳膊，快走！谢英雄搭救！英雄快走！吃恐不及，这些马匪他们还有同伙啊！区马匪何足惧哉？老翁莫怕，有我秦长风在，今日必保你们平安。就在这时，方才逃离的4个马匪带着10几个马匪，骑着黑马，手持匪刀，从不远处冲过来。大哥，就是这厮断了我们的胳膊。阁下何人竟敢欺我弟兄？杀你之人，哼，真是狂妄！兄弟们，上，剁了他！狗贼，拿命来！你有种，这笔账咱们日后再算。撤！这样的高手，若是能归附自己，岂不是多了个超强保镖？壮士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马匪虽退，官府恐怕要来了，速速离去！小兄弟，马匪已然被我杀退，不足为虑。大胆歹徒，当街行凶，你可知罪？我斩杀马匪，为民除害，何罪之有？贼人还敢反驳？你当街行凶，罪大恶极，给我拿下！住手！都住手！你是何人？也敢管我扬州的事？县侯大人息怒，我乃银州县侯之子刘征，此事有误会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黄口小儿，满嘴胡言！银州乃不治之地，何时有了县侯？大人请看，我父刘大好即将上任银州县侯，文书上有凉州府印，咱们都是朝廷命官，一家人啊。即便你父是银州县侯，也管不到我扬州的事，还请避让，我要拿人。大人，万万不可！秦壮士刚才击退马匪，救了张裁缝的女儿，百姓都看在眼里。您若治他的罪，岂不让扬州百姓寒心？县侯大人，是这位壮士救了张家姑娘，您可不能抓他。对啊，大人，马匪那么凶，也就这位壮士敢站出来，何必求这狗官？扬州府兵不知御敌，只知欺压百姓，这样的县侯留着何用？看我取他人头！秦壮士，别打了，再打就真没法斡旋了。都给我住手！壮士好武艺，但你当真以为我是不想御敌？扬州府兵只有1000，马匪却有数千。今日你击退的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小队。你是游侠，打不过可以潇洒离去，可扬州城的百姓呢？马匪吃了亏，定会大举来攻。扬州该如何抵挡？我抓你不过是想给马匪一个交代，过几日再放你，扬州或许还能保一时平安。不知大人心念百姓，是秦长风鲁莽了。若马匪再来，我定率先冲锋，以赎今日之过。快请起，好汉有心，你若为百姓着想，还得辛苦你去狱中歇息几日。大人，不好了！马匪齐聚城外，足有数千人，他们叫萧子围城，情况危急。马匪欺人太甚，传我命令，死守扬州，如有退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县侯大人，如今马匪兵临城下，要不我等随你前去城楼查看一番，共同御敌。嚯，
卢老儿，你敢放任贼人伤我兄弟，不把那人交出来，今日我便踏平扬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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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，府兵本就只有1000，刚才分了400去维护治安，现在守城的只剩600，最多撑3日。是我害了扬州，我这就去跟他们拼了。秦壮士且慢，卢大人，扬州可有石场？石场有，扬州多产青石，石场在城北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大人务必撑过3日，3日之后我来退敌。征儿，别开玩笑，这可是3、4千马匪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真有办法？我不需一兵一马，我只需秦壮士和50个壮年男子即可。罗校尉，在，给刘公子调50个壮年百姓，再派几个人护送他们去城北石场。若我们守不住3日，你们便从西门离开。是，多谢大人信任。3日之后，我定让马匪退去。征儿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青石能退敌？退敌的不是青石，是石灰。你是说用石灰迷住马匪的眼睛？可这里只有青石，没有石灰呀。这几日都是连阴天，不出2日定会下大雨。到时候咱们把石灰制成球形，抛到马匪阵营。马匪的马匹怕石灰，人沾了石灰水也睁不开眼，还怎么攻城？可这石灰咱们怎么来？当然是自己造。大家都听好了，先把青石敲碎，用高温火烧后筛成细粉，再做成球形状，越多越好。咱们得赶在下雨前准备好。是。 50个壮年百姓围着石场中央的3座土窑忙碌，有的添柴，有的扒开窑口查看。征儿，你这烧石头到底要做什么？这样真能做出石灰？公子若用滚石御敌，扬州城头早有准备。莫非你想烧烫石头砸马匪？这倒是个新鲜法子。等着看就好，烧出来的东西比滚石管用100倍。烧制石灰对古人是未知工艺，刘征用的逆流断烧法虽能提速，却对火候要求极高，火候不足会烧生，火候过大会过烧，这对毫无经验的百姓来说难如登天。大人，咱们这边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您快看看。闻言，刘征走过去命人打开第1座窑，里面的青石碎块只泛白，一捏就碎。第2座窑的青石更是成了黑渣。征儿，别折腾了，马匪马上要攻城，咱们快逃吧。 继续烧，差1分火候都不行。刘征走到窑边，亲自调整柴火大小。他抬头看天，大雨将至，若石灰烧不出来，扬州必破。才2天，马匪就聚了4000多人，咱们就算是有城墙抵挡，可区几百府兵怎么坚持？大人不能再等了，那刘征就是个纨绔，秦长风才是祸根。把秦长风交出去，给马匪个交代。 扬州还能保得住？是啊，大人，咱们岂能靠一个黄口小儿？那刘家父子要是误了大事，扬州就完了。闭嘴！我乃龙颜王朝县侯，次次向马匪妥协，官府威望何在？刘县侯是同僚，出尔反尔，非大丈夫所为。大人，这是凉州命人送达的府令，另一封是陈太守的私人信函，需您亲自查看。刘大豪竟是捐银的官，其子刘征更是纨绔，不仅败光家产，还在诗会上辱没斯文。大人，那看来其父子2人并无真本事。那刘征就是个败家子，银州本就贫瘠，这下更是要遭殃了。岂有此理！差点被这俩父子骗了。来人，带100个兵卒，随我去石场拿人。都不许动，放下兵器。 庶子敢欺我，把他们统统拿下！卢大人，这是为何啊？我们没做错事啊！感动公子，先过我这关。卢大人为何拿我？你父捐银买官，你是纨绔败类，还敢装无辜？你们就是马匪细作，想毁了扬州。我父捐官是王朝律法允许，触犯哪条戒律？我刘征虽纨绔，但最近流传的诗篇皆是出自我手，我何罪之有？ 倒是卢大人，身为县侯大人，竟出尔反尔。你敢辱我出尔反尔？不如我们对赌一番，我可立军令状，明日若不能退敌，我与家父就地正法。公子不可，此事因我而起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！若我输了，再捐10000两白银建设扬州；若我赢了，用200两雇你50兵卒，送我们去银州并护1月。好，若你退不了敌，我便把秦长风交给马匪。
这卢正义反复无常，绝非可共事之人。大人，大人，快看，成了！突然，众人身后传来一道兴奋的高呼。刘征等人过去一看，窑内堆满雪白的石灰块。大人，这是不是就是你口中所说的石灰？没错，加快速度，再烧2座窑，雨快来了。大人，油泼溅没用了，马匪要冲进来了。那刘征就是个骗子，快把他抓起来正法。来人，把刘家父子和秦长风抓起来。卢大人莫急。刘公子，这就是你的退敌之法？几块破石头，我们城头的滚石够多了。真是可笑！今日要是马匪破城，都是你害的。卢大人吩咐兵卒5丈放一辆推车，用抛石机抛出，务必用羊皮裹手，此物杀伤性极大。卢老儿，今日我便率人踏平你们扬州城。踏平扬州，踏平扬州！兄弟们，给我冲到城墙下，破了他们的城门！杀！投石！啊！我的眼睛好痛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看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白石头怎么这么厉害？落水就化，还能烧得人惨叫，这到底是何物？卢大人还在等什么？马匪阵营大乱，大部分人和马都没了战斗力，大可命人杀出去。杀出去，全歼马匪。是。府兵们冲下城楼，秦长风一马当先冲入马匪阵营，手中长刀不断挥舞，手起刀落间，不断有人倒下。数百府兵冲入失去战斗力的马匪阵营，不断收割。贼人，拿命来！战斗仅仅持续不到2个时辰，数千马匪被尽数歼灭，扬州府兵大获全胜。罗校尉手持马缰跑上城楼，脸上满是狂喜。大人，此战咱们扬州府兵大捷，全歼马匪4000人，缴获战马上千匹。真没想到为非作歹多年的马匪，今日竟然能被咱们扬州官府尽数剿灭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公子大才啊！若不是你，扬州今日必破。多谢刘公子，这下马匪再也不敢来犯了。公子用神石退敌，真是神人呀！公子，这白色之物叫什么？竟有如此威力？这叫石灰，是稀有的矿石烧出来的，我费了3天才凑够这些。公子请放心，之前许诺的50兵卒，我这就给你拨。另外，今日大捷，我设宴犒劳2位，务必赏光。那便多谢大人美意了。恭喜大人，此大捷上报凉州，大人必定能高升。高升，功劳都归了刘征那小儿，我不过是沾了光。大人，这还不简单？今日晚宴，我们设下埋伏，那刘家父子和秦长风插翅难飞。是啊，大人，那父子俩身上还有1万两白银，解决他们这1万两白银便是大人的，且大人还能独占大捷之功，一举两得。这我们都是同僚，不好吧？大人放心，此事交给我们，您只需喝酒即可，事后推给马匪余党便是。你们看着办，别出纰漏。是。征儿，卢大人的宴席肯定有好酒好肉，我们快走吧。要吃肉还是要命？征儿，你是说那宴席是鸿门宴？卢正义反复无常，又贪我手中的1万两白银，还有太守的密信撑腰，他没理由放过我们。公子勿需担心，有我在，定能护公子和刘老爷安全离开扬州。长风，你可愿随我前往银州，共创一番事业？公子胸怀大志，又待我已成，长风愿追随公子，万死不辞。好，既如此，那我们准备跑路吧。那50兵卒怎么办？带不带他们走？嘿嘿，我本就没打算带他们，说要带他们走，不过是让卢正义放松警惕罢了。哦，公子不仅胸怀大志，且有勇有谋，这样的人值得追随。天黑之后，我们换上皮衣，从驿馆后门走，牵3匹最快的马，直奔银州。大人，刘家父子怎么还没来？会不会出了变故？不可能，我派了探子盯着驿馆，那50兵卒还在喂马，他们没理由走。大人，不好了，驿馆里没人了，
刘家父子和秦长风早就带着3匹战马跑了。跑了，那50兵卒呢？他们没拦着。刘公子没带他们走，只换了战马，兵卒们还在驿馆等着。刘家庶子竟敢耍我，辱我太甚！征儿，这就是银州，我们还是回凉州吧，为父还能做点生意。爹，有点出息，我们是来当县后的，不是来逃难的。县后大人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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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县后大人到！大人到！县后大人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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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征儿，这咋没人来接啊？爹，我们在扬州耽误了些许时日，按理说任命通知的文书早就送到银州了，况且3日前我便派人送信到银州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们今日到银州。后生，咱银州哪来的县后啊？莫不是认错地方了？朝廷新派县后上任，城中无人迎接，尔等竟敢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？银州多少年没县后了，官府都快塌了，这几人怕不是骗子吧？看他们穿的也不像富贵人，他真是来闹笑话的。好家伙，这排场比我当年还威风。来的人正是银州4大望族，他们分别掌控着银州土地与资源，整个银州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。他们早知县后将至，却故意迟来，还带了一大批家丁，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新上任的县侯。县后大人千万海涵，家中驴惊了，老朽去抓驴，这才来迟几步啊。陈员外真是好雅兴，抓驴也不怕被驴踢死。曹真，老夫的私情与你何关？县后大人远道而来，我等有事远迎，莫怪莫怪。嘿嘿，驴都惊了。我3日前便送信，让尔等辰时3刻在城门等候，尔等托辞不到，以下犯上，成何体统？嘿，大胆庶子，敢骂我家老爷！拿命来！尔敢伤我公子！还有谁？好汉住手！县后大人，是吾等来迟，惩罚都听您的。无妨无妨，小事而已，为官哪用劳师动众？是吾儿太较真了。走走走，进城。刘大人深明大义，吾等这就带刘大人入城。诸位，这是刘大人，这便是县侯府啊。什么？这能住人？县后大人，不如去我王家暂住，我让人翻修县后府。劳烦诸位费心，我们就住在这里。既然大人执意如此，吾等就先告退。老爷，这县后看着可不是软柿子，他身旁的秦长风身手不简单，我们要不要先做些准备？准备什么？一个捐钱卖官的货色，能有多大能耐？我们在银州经营这么多年，根基岂是他能撼动的？可他今日当众立威，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。银州这地方，多少富家翁卖官来过夜，最后还不是受不了苦，灰溜溜回凉州，等着瞧，他们撑不了几天。老爷英明，还是您看得透彻。征儿，这破地方比咱们家的猪窝都要破旧，怎么住啊？得找匠人重新修缮。还好从凉州来的时候讹了陈平1万两银子，不然连修房子的钱都没有。公子，要不咱们现在就去街上找匠人？走，正好出去转转，看看这银州城内的情况。几位师傅，县后府需修缮，工钱加倍，可有愿意去的？你们怎么回事？给银子还不干活？官府的钱我们挣不起，免得干活后拿不到钱，还被找麻烦。肯定是那4大望族搞的鬼，不让人给我们干活。不像他们要是想阻拦，不会只让百姓冷待我们，这里面怕是有更久的积怨。
征儿，那如今没人替我们干活，县侯府怎么修缮呀？爹，咱们走，我们换个地方摇人。诸位乡亲，县侯府修缮需匠人帮忙，酬金翻倍，只要肯来，工钱当日结清。县侯府，瀛州哪还有像样的县侯府？怕又是来骗钱的吧？上次来的官还没干活就先收税，你们是不是又要剥我们的皮？公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修缮县侯府，酬金翻倍？不仅翻倍，谁能把那2根原木扛到县侯府？这500两银票直接给他。500两，扛2根木头就给500两？你当我们是傻子？俺试试，俺有的是力气。魏铁柱是瀛州出了名的大力士，却因家境贫寒，一直没娶上媳妇。500两对他来说是能改变命运的钱，不管这位新县侯说的是真是假，他都不会错过机会。铁柱叔加油，你最厉害！你说他真能扛到县侯府？那木头最少有200斤，要是真给500两，那这县侯和之前来的人恐怕真不一样。公子，俺扛到了。壮士天生神力，这500两是你的了。哦，500两，大人您真的给我500两？我堂堂县侯之子，怎可能是言而无信之人？这500两你安心拿着便是。真给了，他真把500两给铁住了。这县侯说话算话。县侯大人，俺是木匠，俺能修门框，俺会砌墙，俺也来。刘征当众给了魏铁柱500两银票，让百姓彻底相信了他的话。一时间，众人纷纷用上钱抢活。县侯大人，俺们不要翻倍工钱，只要能按时给就行。说好翻倍就翻倍，大家出力干活就该拿应得的钱。公子，俺还想来干活。俺娘说这银票留着娶媳妇儿，俺还想多挣点。好，那你就当工头，这些匠人都归你调度。俺当工头，俺不会调度啊。没事，俺们听你的，你力气大，俺们服你。对这里的百姓而言，能赚钱吃上饱饭才是他们最关心的。至于谁带头并不重要，只要眼前新来的县侯大人能给他们活干，给他们结算工钱，他们就心满意足了。既然你们都没问题，那我就开始安排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各司其职，由魏铁柱监督你们干活，所需材料由县侯府出钱购买，工钱另算。好，咱们一定好好干。众人立刻开始动身，忙到傍晚结束时，刘征兑现承诺，将所有工钱结清给他们。百姓们自发送来米面、猪油，还有人杀了自家的羊。刘征吩咐人在院里架起大锅，让这些匠人和百姓在县侯府一起吃饭。县侯大人，您尝尝俺炖的羊肉，暖和。多谢大娘，大家一起吃。征儿，爹是真没想到，这才刚来，百姓就这么待我们。爹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只要我们真心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掏心掏肺的待我们。有这样的百姓，何愁瀛州治不好？何愁望族不灭？公子，俺娘让俺给你送碗汤，说谢谢你给俺机会。该谢的是你，是你让大家相信了我。吾儿真是有出息了，爹真是欣慰啊。爹，以前是我混蛋，以后您就尽管享福吧。去你丫的，老子还年轻，还没到享福的时候。你娘亲现在可比你爹强，你爹可不能输给一个娘们儿。一晃眼，县侯府修缮已过3天，百姓热情高涨，每天都有人来帮忙，还自发送来米面家禽。刘征来者不拒，一律留饭记账，积攒了人情，也让百姓更信任他。刘公子，这门框再钉2个木楔就完了。好，秦长风，把那边的木楔递过来。刘公子，俺又来了，家里就剩这2只鸡，您别嫌弃。黄婆婆，您太客气了，怎么还送东西？您给铁柱那么大的恩典，500两银子，还有参事的职位，俺家祖坟都冒青烟了，这点东西算啥？爹，记账，黄婆婆送2只活鸡。记上了。黄老太2只鸡，折纹银5钱。不用折钱，俺就是来给大家添个菜。娘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快歇着去。你这孩子，县侯大人待你这么好，你可得好好干活，别偷懒。知道了，娘。县侯府修缮进度远超预期，刘大豪算完账，发现花费比预想少很多，这让刘征更觉得瀛州是块好地方。儿啊，
你猜这3天修缮花了多少？最少也得500两吧。嘿嘿，才200两。银州的木料和人工太便宜了。怎么才200两？看来这10000两银子能顶不少事。那可不，你讹陈平那笔钱真是讹对了。你看这些人个个身强体壮，干活利索，等县后府修好，他们就是咱们的班底。还是我儿有眼光。长风，跟我去街上逛逛，看看银州的情况。是公子。乌儿，你去哪？怎么不带着为父？爹，我就是去街上看看，了解下情况。你别骗爹，男人到了新地方，不就是想去那烟花之地逛逛？爹懂，一起去。爹，您想什么呢？我是去考察民情的。别装了，你那点心思爹还不知道。走，爹陪你去，给你撑场面。爹，我之前可听说娘亲择日要去银州，您现在是县后，刚到任就去烟花之地，你就不怕这事传到娘亲耳朵里？你说真的？当然真的，到时候娘亲问起来，我可帮不了您。那你们去县后府记账不能没我，我得盯着账本。我这爹也就这点出息。公子老爷还挺怕夫人。刘公子，去逛街啊？是啊，看看银州的情况。公子，我们真的要去那种地方？你以为我是去寻欢作乐？这万花楼可不是简单的烟花之地。那是。龙岩王朝的酒楼就像前朝的茶馆，南来北往的商人、文人都会去，在这里能听到各地的消息，甚至能知道银州望族的底细。原来公子是为了查信息。没错，4大望族在银州根基深，我们得先摸清他们的情况，才能对症下药。这位公子面生得很，进来玩玩呗，奴家给您唱曲儿。不用了，我就是看看。大爷，来嘛，一杯酒才5文钱。不了，家里还等着吃饭呢。公子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你当真不进去？进去吧，不过不是为了寻欢，是为了听听银州的真心话。带路吧，给我们找个靠角落的位置。好嘞，公子请进。公子，看您样子面生呀，不过您今天可来着了。曼青姑娘今儿头一天迎客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曼青姑娘这么厉害？哎呀，陈公子，您终于来了，不知您今日是不是为曼青姑娘来的？那还用说，曼青姑娘的场子本少包了。好嘞，咱这就给您安排。都让让，陈公子来了，别挡道。万花楼内人与商人各寻其乐，本来洽谈甚欢，却因陈翔的到来，气氛变得压抑。刘征和秦长风静静地坐在角落。刚才聊什么呢？怎么一见本公子来了就不说了？继续说。回陈公子，我们在说新建的县后府，不知日后瀛州会不会变天？县后就是那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的刘家父子，一个败家子，一个花光积蓄买官过瘾的商人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公子说的对，县后府就是个笑话。记住，我们4大望族才是瀛州的天。陈公子霸气，有陈家在，瀛州就乱不了。陈公子，我觉得刘公子并非纨绔，他喜目立信，收拢百姓，日后县后府建成，说不定真能让瀛州变好。够大煞者，先择将而后减财，县后跟布衣同吃同住，哪有上位者的威严？治国者以富民为本，百姓都吃不饱，谈何威严？沈行，你是在质疑陈家？我只是实话实说。给我打出去，让他知道跟本少作对的下场。是谁胆子这么大，一言不合就要动手打人？原来是郑大小姐，久仰。酒楼之地，各抒己见，皇室都不管。陈公子，他不过是说了实话，你就要将人拖出去打，未免太过霸道了吧？难不成你陈家比皇室还大？郑大小姐，这是我和他人之事，轮不到你管吧？莫非你要替他出头？我只是看不惯有人仗势欺人。沈行说的没错，瀛州疲弊，早该变一变了。郑大小姐，别爹脸不要脸。别人害怕你陈家，难不成我郑家也会害怕你陈家不成？不服，咱们比划比划。你曼青姑娘道。
陈公子，莫要因为一些小事影响我兴致。曼青姑娘马上登台，您先落座。陈翔冷哼一声，随后坐落在一旁。两人的冲突并没有影响到众人的兴致。来了，曼青姑娘终于出来了。据说今天是曼青姑娘头一天出阁，也不知道会花落谁家。万众瞩目下，只见曼青姑娘脸上蒙着白纱，只露出一双眼登台现场。她走到琴台前坐下，指尖拨动琴弦，弹起了一首曲子。感谢诸位前来捧场，小女子琴艺不精，方才给诸位献丑了。传言曼青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曼青姑娘容貌竟然倾国倾城，且如此谦虚，实在难得。是啊，没想到曼青姑娘竟如此谦虚，只是不知谁有幸为其掀开面纱，亲眼目睹曼青姑娘的绝世容颜。好，弹得好，来人，给曼青姑娘上音。我问你，曼青姑娘多少钱？我赎她。陈公子，曼青姑娘不是奴籍，是自由身。500两够不够？这1000两，再不同意，我拆了你这万花楼。陈公子想强人所难，曼青姑娘家父戴罪，却未株连，她只是来赚银子保富，不是来卖身的。多谢郑大小姐出言相助。陈公子，曼青虽穷，却不卖身，还请公子自重。不卖身，这些都给你，够不够？若是不够，本公子可继续加。陈公子张口闭口都是银子，莫非觉得陈家很有钱？你是谁，也敢管本少的事情？我就是你方才口中说的纨绔子弟，刘县侯之子刘征。你一个败家子，也敢跟我比富？你过来，这万花楼我买了。刘公子，您说真的？银票就在这，够不够？不够再补。你敢？这万花楼是银州的地界，轮不到你一个外来人撒野。银州是龙岩王朝的银州，不是你陈家的银州。我是县侯之子，想买个酒楼，难道还要你同意？刘公子好气魄，这万花楼确实该换个主人了。好一个扬州纨绔，口气倒是大。你以为有几个银子就能买下万花楼？据我所知，你刘家全部身家也不到1万两。1万两买万花楼，怕不是疯了吧？这楼虽在银州，可也是郑家的产业，哪能说买就买？就是，县侯之子也太能装了，一会儿怕是要被打脸了。万花楼再贵，难道还能超出1万两？我观这楼的规模，5000两顶天了。无知，不是值不值，是卖不卖。你问问楼上的人肯不肯卖？刘公子神交已久，鄙人郑月如。原来是郑小姐，方才不知是您的产业，多有冒犯。看来郑小姐不仅身材容貌，也是极佳，且风度不输男子，刘某佩服。大胆，竟敢对我家小姐无礼！无妨，刘公子性情爽直，我倒觉得有趣。只是不知刘公子想买万花楼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在凉州时便爱丝竹声乐。银州贫瘠，无甚玩乐。今日见这万花楼有曼青姑娘这番琴艺高手，一时手痒，想把楼盘下来，日后也好常听曲。我的天，为了听曲买酒楼，这败家程度比陈公子还厉害啊！刘兄懂声乐？略懂皮毛。刘兄说懂声乐，那比曼青姑娘如何？就是曼青姑娘的琴艺，刚才大家都见识了，你一个纨绔也敢比？曼青姑娘，如若我会弹琴，且远超于你，是不是可以和你独处一番，一睹你的真容？若刘公子当真如此，小女子定然不惧。好，好琴，此琴为松风琴，老桐木所制，至少有50年了。方才曼青姑娘弹曲技法确实完美，可第二乐章慢板转快板时，你心绪微乱，节奏慢了半拍。本是深闺幽怨的曲，却多了几分家仇国恨的凄苦，对吗？公子竟听出来了。方才我忆起家父蒙冤之事，确实分了神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功名利禄都是过往云烟，100年后皆为黄土。姑娘不必介怀。谢公子宽慰，曼青受教了。你这是耍嘴皮子，说几句话谁不会？
有本事真弹一曲，让大家听听。对呀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刘公子要是真懂琴，就弹一首给我们听听。刘兄，点评容易，弹奏难。曼青姑娘的琴艺是从小练的，你若只是会说，还是别献丑了。曼青姑娘，你想听什么？我弹给你听。公子随意就好。我刁你老母刘征，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明着聊他，休得对我家公子无礼。哦，刘兄还真要弹，那我倒要听听凉州纨绔的琴艺究竟有多厉害。放心，不会让各位失望的。公子随意发挥即可。好，那这首曲便送给曼青姑娘，也送给在场各位，希望大家能听懂曲中的意趣。莫非这刘兄真的会弹琴？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这诗好一句明月出天山，把塞外的状况都写出来了。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好，写的是咱们龙岩王朝的戍边将士啊。胡人屡屡犯境，将士们太难了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戍客望边塞，思归多苦言。高楼当此夜，盼兮未应闲。好诗好曲，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。听得我心里又酸又热，刘公子太厉害了。肯定是别人编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诗？曼青姑娘，现在你该兑现承诺了吧？公子，等您和郑小姐谈完酒楼的事，曼青再给您一人看。好，那先谈正事。郑小姐，万花楼的事，我们聊聊。来人，拿账本来。刘兄，你先看看这本账，再决定要不要盘下万花楼。每个月都在亏，这可是烟花之地，怎么会亏？回刘公子，银州太穷，来消费的只有世家公子和少数商人，撑不起开支。粉头都是从京城、凉州买来的，路上运费、安家费都是大钱，实在赚不回来。郑小姐，既然一直亏，你为何还坚持开着？这是我的心血，而且银州总得有个能让人消遣的地方。郑小姐，不如这样，我不入股，我们来个对赌协议。对赌协议，这是何物？小人活了几十年，从没听过这个说法。我来帮你盘活万花楼，若是半年内让它盈利，你就把万花楼30%股份给我；若是做不到，我给你5000两银子，算我白忙一场。你有把握让它盈利？这5年，我试过各种办法都没用。郑小姐，你信我一次，银州贫瘠，但也有银州的机会，就看怎么利用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5000两扔水里，刘征你真是个败家子。再喧哗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刘公子，虽然赌约已定，但我还是想不通，你凭什么觉得能让万花楼盈利？郑小姐，做生意靠的是思路，你守着旧法子，自然赚不到钱。我接手后，第一步就要先改名。改名？万万不可！万花楼这名字，我砸了5年银子才让银州人知道，改了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万花楼脂粉气太重，只能吸引寻欢客，却留不住文人商人。要赚钱，就得让更多人愿意来。从今日起，万花楼改名凤鸣楼。公子改了名字，客人们该找不到咱们了。凤鸣楼这名字倒是大气，可和咱们这地方搭吗？好说，将店内最好的位置改一改，弄成贵席雅座，就叫凤鸣阁。日后凤鸣阁每日出一题，文人辩论，胜出者当日免单。免单？真的吗？刘公子太大气了。要是每日一题，我肯定天天来，就算赢不了，听辩论也值啊。你这是借免单吸引客人，一人免单却能引来更多人消费，这法子妙啊！郑小姐果然聪明，不止凤鸣阁，整栋楼4层都要分层消费，楼层越高消费越高。分层有啥用？还不都是喝酒听曲？当然有用，1层任何人都能来，消费随意，但想上2层得有门槛，要么一次消费满50两，要么对出我出的对联，以此增加难度和消费标准。50两，这么贵？刘哲你疯了！银州有几个人能一次花50两？你这是把客人往外赶。刘兄，50两确实太高了，寻常商人都花不起。50两是给那些想彰显身份的人准备的，比如陈公子这样的望族子弟，他们不在乎钱，只在乎高人一等的感觉。至于其他人，不是还有对联的路吗？对联就能上2层。刘公子，你要出什么对联？我出上联，谁能对出下联，不仅能上2层免费消费，还能得1两银子奖励。公子，你的上联是什么？诸位看好了。刘征选的这副对联是前世著名的叠字联，朝字有2种读音，既考验文字功底，
又有趣味性，正好契合文人的好胜心。这副对联一出来，不仅能吸引文人挑战，还能引发传播，让凤鸣楼的名气更快传开。这叫楹联。柳正，你别溜人了，5、6岁孩子写的都比这强。就是连韵律都没有，还敢拿出来当2层门槛？上联潮字又读朝又读潮，连起来是海水潮，朝朝潮，朝潮朝落，对吗？郑小姐好眼力，这对联看似简单，实则难在叠字的用法，想对出工整的下联可不容易。对，还能这么念：海水潮，潮朝朝，朝朝潮落。这联太刁钻了，同字异音还多简，根本没法对。你就是蒙的，肯定是提前背好的。掌柜，去拿纸笔来，把望舒台的联也写上。燕，这还怎么玩？燕，同音不同字，还得扣燕和燕的关系，根本对不出来。刘兄，你这是故意难为人吧？这是云端上的联，燕所池塘柳。这是千古绝对，燕所池塘柳分别带火、金、水、土、木5行，怎么对？把这3联都挂起来，从今天起，凤鸣楼停业重装，按我的要求改格局。他连我的面纱都不看了吗？好，就按照刘兄说的办。来人，拿酒来，我要敬刘兄3杯。刘兄，我先干为敬。郑小姐客气了。这古代的酒还不如现代最便宜的2锅头。不对，现代的酿酒工艺并不难，若是在古代开几个酿酒坊，岂不是又可以大赚一笔？古代的酒多是浊酒，因为没有蒸馏技术，酒精度低，还带着酒糟杂质，酒曲工艺也不成熟。刘征喝惯了后世的蒸馏酒，自然看不上眼前的佳酿，这让他突然萌生了酿酒赚钱的念头。刘兄，我们凤鸣楼的酒都是从凉州运来的佳酿，客人都很喜欢，怎么还不行？这酒太浊，酒精度低，算不上真正的佳酿。等酒楼重装完，我会酿一种新酒，保管比这个好。你还会酿酒？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县候府了。重装的事就麻烦郑小姐和掌柜了。刘兄放心，我一定按你的要求改。只是，你真有把握让凤鸣楼盈利？等我酿出好酒，你就知道了。正，听说你又去败家了，还买了万花楼。嘿嘿，爷，我那是入股，不是买。对了，帮忙的乡亲们呢？都回去了，他们在这儿帮忙有工钱，回去又得找生计，不容易啊。让他们都留下来吧，府里需要马夫、丫鬟、厨师，还得招府兵。留下来好，可养这么多人得花不少银子，咱家只剩这点积蓄了。嘿嘿，爹，你尽管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赚钱的法子。你当好你的县后，管好大伙，银钱的事交给我。吾儿长大了，要是钱不够，你娘亲还有些私房钱，大不了那万花楼咱再卖了。嘿嘿，爹，不用卖，我打算酿酒，咱酿一种新酒，保管能卖上好价钱，到时候别说养府兵，就是建更多房子都够。酿酒，你还会这个？以前跟着师傅学过，放心，错不了。征儿，这画的是啥？看着像个铁罐子。嘿嘿，这叫蒸馏器，有了它就能酿出度数高的好酒，比现在的浊酒香10倍，还不容易坏。你说行就行，明天我就找铁匠按你画的做。让铁匠用铜做，别用铁，铜的不容易生锈，酿出来的酒香。另外再找些麦麸、高粱，我要做新的酒曲。好，麦麸、高粱还有铜器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办。爹，用不了3个月，咱县后府就能富起来，到时候让银州的人都知道，咱刘家不是只会败家，还能做大事。好，好，爹信你。大小姐，重新装修至少要1000两，刘公子给的5000两，这一折腾就剩4000了。他还让咱终止和凉州酒商的合作，这往后的酒，他要拿酒做文章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你没发现吗？他看似败家，实则每一步都有盘算。银联引文人，分层筛客群，最后缺的就是一个引子。这酒就是引子。可银州哪有更好的酒？他难不成还能自己酿？说不定，他还真能。
公子，县后府开始招兵了，只招300个青壮年，还让秦长风带队挑选。300人，这也配叫兵？咱们陈家私兵就有2000，他这是怕了。就是，听说县后府快没钱了，刘大豪都想回凉州找老友借钱呢。我就说他撑不了几天，等他败光最后一点银子，我就带着人去县后府，让他给我磕头认错。公子，要不要给县后府的招兵使点绊子，让他们招不到人？不用，让他招，300人还不够咱们塞牙缝的，等他养不起兵更丢人。县后府重建完成，招家丁、丫鬟、府兵都需要开销。刘大豪看着日渐干瘪的钱袋，急得团团转。刘征虽表面镇定，却也知道必须尽快找到赚钱的法子。蒸馏白酒成了最紧迫的事。征儿账上只剩800两了，招300府兵，每人每月至少5000银子，再加上家丁丫鬟的月钱，撑不了3个月。不如我回凉州一趟，找老友借点。爹，你那些老友见咱现在失势，只会落井下石。300府兵必须招，而且要选青壮年。乱世靠武，没有兵，咱们连收税都没底气，更别提和4大望族抗衡。公子，招兵告示贴出去了，今天来了不少人，都是吃不饱饭的乡亲，选300人不难。让魏铁柱跟着你选，要身强体壮，无不良嗜好的。爹，你再从剩下的银子里拿200两，买些高粱麦麸，我要做酒曲。还要花钱？做酒曲能赚多少？做酒曲需要1个月才能完成，但我有更快的法子，蒸馏白酒，用现有的浊酒蒸馏，纯度更高，香味更浓，肯定能卖上好价钱。征儿，咱听你的。公子，您用这陶缸是要做啥？不像酿酒的样子啊。咱们的蒸馏器还没做好，只能用陶缸接管子先代替。这第一个缸装浊酒，烧火加热，酒蒸气会顺着管道跑到第2个缸，第2个缸泡在冷水里，蒸气遇冷会变成液体，流进第3个缸，那就是高纯度的白酒。浊酒还能变？那变出来的酒能喝吗？不仅能喝，还比浊酒香10倍。你们先把木柴点着，注意火候别太大。征儿，你这酿出来的酒能喝吗？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酿出来的酒，保证整个龙岩王朝没有任何一家酒坊能超越。好香，这香味比凉州最好的酒还浓。闻着就醉了。公子，这啥时候能好啊？快了，再等1刻钟就能尝尝了。这是酒，比泉水还干净。爹，尝尝。好酒，入口烈，回味香，比之前的浊酒强100倍。这要是卖出去，肯定能赚大钱。你们也尝尝。这酒够劲，将士们喝了肯定有精神。公子，这酒也太神奇了，您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这叫蒸馏酒，只要有这蒸馏器，以后咱们就能自己酿。等酒曲做好，还能酿出更特别的酒，到时候别说养300府兵，就是养3000都够。吾儿终于出息了，我这就去告诉乡亲们，咱们县府有救了。蒸馏白酒的成功，让县府的困境迎刃而解。刘大豪算了一笔账，一斤蒸馏酒至少能卖5两银子，是浊酒的10倍。刘征则开始计划改进蒸馏器，扩大生产。秦长风招兵的劲头也更足了，他知道有了钱和酒，府兵的士气和装备都能提上去。征儿，1斤酒成本不到5钱，卖5两，纯赚4两5。要是一天卖100斤，就能赚450两。起码卖10两，先小规模生产，给凤鸣楼供货。郑月如看到这酒，肯定会更配合。另外，给府兵每人每月发半斤，当作福利，提升士气。公子英明。将士们要是知道有这么好的酒，肯定会更卖力训练。4大望族不是想看我们笑话吗？等着吧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让他们知道银州的天该变了。5日后，新的蒸馏器终于制造出来了。刘征带着魏铁柱等人在后院加急酿酒，明日便是凤鸣楼开业的日子，他们必须加急酿出足够的酒送去凤鸣轩。公子，这新蒸馏器就是好用，一天起码能出200-300斤酒，比之前快3倍。不错，纯度够了。明天开业，咱们得先酿出1000斤送过去。放心，咱们一定完成任务。公子，陈家最近在拦截进银州的酒商，要不要我派人护送？不用，让他们拦，正好让所有人都以为凤鸣楼没酒，到时候才更有惊喜。凤鸣楼重新开业，
4大望族除郑家外，其余3家都看笑话。陈翔提前拦截了所有进瀛州的酒商，想让凤鸣楼无酒出丑。周世雄则因被终止合作，特意来嘲讽郑月如，想逼他重新合作。蔡兄，你说刘征那小子会不会跑了？眼看要开张了，连酒的影子都没有。肯定是没辙了，他以为自己能酿酒，怕不是酿出什么酸水来。你们看，郑月如还在装镇定，一会儿没酒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郑小姐，我周家的酒在瀛州是最好的，你偏要信那个黄口小儿，现在没酒了吧？要是你肯低头，我现在就让人把酒送过来。凤鸣楼没酒了，开业没酒，笑死人了！真没酒啊？那还开什么业？怕是要成笑话了。大小姐，距开张只剩半个时辰了，刘公子还没来，咱们还是跟周师兄合作吧，不然真的要砸招牌了。是啊，一个酒楼没酒，传出去谁还会来？再等等，刘征说过会准时到。郑小姐，凤鸣楼意境虽好，但若没有佳酿，终究少了几分韵味。老夫今天来，还想尝尝能配着凤鸣2字的好酒呢。黄老放心，好酒肯定有，只是路上耽搁了。耽搁，我看是根本没有。郑小姐，你别自欺欺人了，瀛州就没有比我周家更好的酒。哼，周掌柜，我凤鸣楼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大小姐，客人都在等着，再等下去，派人再去县后府催，告诉他再不来，我就撕毁对赌协议。刘征，你这推的是什么？不会是你酿的好酒吧？是不是好酒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让开，别挡着送货。我看看是什么宝贝，还用黑布盖着。感动一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刘兄，你终于来了。郑小姐，让伙计把酒坛抬进去，开张仪式可以开始了。就这破酒坛，里面装的怕不是水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这酒怎么比得过我周家的。郑小姐，我的酒到了，让你的人搬进去吧，别耽误了开业时辰。快，安排人把酒都搬进去，给客人们上酒。闻言，酒楼的伙计立马开始搬酒。今天的凤鸣楼格外热闹，除了来捧场的客人，还有不少是来看刘征出丑的。刘兄，这几坛酒是你自己酿的？自己酿的，能比得上周掌柜的刀子酒？先后公子怕是疯了，推掉周氏佳酿，用自己酿的酒，这开业怕是要砸了。胡闹！酒楼开业无佳酿，简直暴殄天物！你可知鄞州人只认周氏刀子酒？蔡兄，看来这郑月如要后悔了，和这蠢货合作，真是自寻死路。黄口小儿，在我周氏面前谈佳酿，你可知我家刀子酒在凉州都供不应求？周氏刀子酒2两1斤，成本却不足5钱。周掌柜这买卖做得真精明。你懂什么？佳酿本就贵，今日若要我刀子酒，得3两1斤。3两，坐地起价啊！刘兄，要不我们先买他的酒，开业要紧。不必，我这酒比周氏刀子酒好10倍。接住，把最前面那坛酒打开。好嘞。好像这味比刀子酒浓多了。这酒怎么这么清，像泉水一样？接住，上粗碗倒满。今日凤鸣楼开业，凡能一口气喝3碗，我这醉瀛州者，当夜所有花销免单。3碗免单，真的假的？3碗而已，瀛州有的是酒量好的人，你这是要亏死。哼，故作玄虚，我倒要看看谁喝了你的酒能醉。我来，我落3斤能喝5斤刀子酒，还怕你这3碗？罗教头，小心点，我这醉瀛州酒劲大。请。好酒。再来。怎么回事？罗教头醉了，还或者就是睡得沉。这酒劲怎么这么大？哼，刚才谁说公子的酒不好？现在想尝得花钱，喝不了3碗，酒钱1分不能少。这酒多少钱1斤？10两1斤。刘兄，这酒叫醉瀛州，定价10两1斤。瀛州境内10两1斤，境外另算。好，这价不高，金华西凤酒都要20两1斤，我们这酒肯定能卖爆。我来尝，10两1斤我买。给我倒1碗，我倒要看看有多烈。
一瞬间，醉银州的酒劲和香味彻底征服了银州人，客人蜂拥而至。一旁的周世雄满脸不可置信：不可能，这酒怎么会这么受欢迎？周掌柜，还不快滚！别在我凤鸣楼碍眼！哼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善罢甘休。刘公子，老夫错怪你了，这醉银粥当真是绝品佳酿。嘿嘿，黄老客气了，能让银州人喝上好酒是我的荣幸。大小姐，刘兄开张到现在卖了50斤酒，收了500两。刘公子，方才还有人预定了，说明天要带朋友来，还要买10斤回去。这只是开始，等酒区做好，我们再酿不同口味的酒，让凤鸣楼成为银州的酒名片。刘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既能写千古银联，又能酿绝品佳酿，之前的纨绔都是装的。嘿嘿，是不是装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让银州变好。公子早就说过要让银州地富民强，现在第一步已经做到了。我信你，以后凤鸣楼的事我全听你的。银州疲弊多年，就是因为望族把持资源，县后府若能改革制度，才能让百姓吃饱饭。胡说！望族经营银州多年，若没有他们，银州早乱了。县后府不过是外来者，能懂什么？刘兄倒清闲，看着他们辩论，自己却不掺和。嘿嘿，听他们说比我说更有用。郑小姐今日该放心了吧？刘兄大才，我自然放心。只是这醉银州，今日只谈风月，不谈生意。好，听刘兄的。晚上，刘大豪趴在桌上算账，醉银州的利润远超预期，1000斤酒卖给凤鸣楼却赚了近万两，且郑月如为争夺销售权，承诺送货及结款。刘大豪兴奋得睡不着，连夜算账，而刘征则在一旁思考如何利用醉银州制衡4大望族。征儿，我们发了1万两，就这一天，醉银州就赚了1万两。嘿嘿，郑月如倒是爽快，真给现银。可不是嘛，他说醉银州是摇钱树，怕我们反悔，还特意让掌柜送来了银子。嘿嘿，爹，他想要的是醉银州的独家销售权。我没答应他，这醉银州是咱们的根本，怎能轻易给他？爹，你做的对，我们需要郑家的销售渠道，但不能被他们拿捏，这就是制衡。公子，步兵招了300人，正在训练，但时日太短，还没形成战斗力。我知道，4大望族每家都有2000士兵，我们这300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。征儿，那咱们咋办？练兵之事暂时急不来，而且我想4大望族的人很快就会找上门了。征儿，你娘亲那边有人，要不咱从你娘亲那边调些人马过来撑腰？爹，你就这么想让娘亲瞧不起咱们父子2人？放心，4大望族暂时不敢对我们做出格的事情，起码暂时不会。成，爹听你的。果然不出刘征所料，次日清晨，4大望族中的陈家率先上门，名义上是贺县后府重建，实则是为醉银州的销售权而来。刘家公子久仰大名，现在整个凉州都传生死当如刘家子，我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跟您比差远了。陈老爷客气了，大清早登门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听说县后府在重建，我特意送点薄礼，等府里修好开府，陈家一定鼎力支持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。陈老爷太客气了，我们怎好收您的礼？都是银州同乡，客气什么？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了。开府之日记得通知我。这老狐狸一句不提醉银州，却句句在试探。他是在威胁我们，开府之日若不给好处，他们不会让我们好过。陈家老爷子前脚刚走，王家老爷和曹家老爷后脚就带着礼品走进来。刘公子今日过来打扰了，县后府重建缺什么尽管说，王家的木柴砖瓦随便用，开府那天我一定带私兵来护院。嘿嘿，多谢王老爷费心。来人，把信鸽放下。刘公子，这是我家养的信鸽，传信快，县后府日后有急事尽管用，开府时我让厨房来帮忙，保证宴席丰盛。曹老爷考虑的真周到。刘公子、刘大人，
家中还有要事要忙，暂且告辞。刘大人，刘公子年轻有为，今日过来就是为了跟你们招呼一声，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，我也不多打扰二位了。不对，正儿，怎么了？爹，他们这是威胁，三家轮流上门，不提罪银州，却句句提开府。看来销售权不给他们，开府之日就是我们出丑之时。岂有此理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正儿，可我们只有300府兵，怎敌得过他们3家6000私兵？硬拼肯定不行，只能智取。爹，咱们去看看府兵的训练。正儿，你看这兵，连队列都走不齐，怎么跟望族斗？你可别冲动啊！公子，府兵都是贫苦百姓，肯吃苦，但缺乏训练，至少要3个月才能形成战斗力。我们没3个月时间，传我命令，通知4大望族，3日之后各派1名代表来县后府商讨醉银州的销售权分配。正儿，你这是破釜沉舟啊！他们要是联手逼你，我们怎么办？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硬拼。他们4家本就有矛盾，郑家想要独家，其他3家想要分一杯羹。我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的矛盾激化，互相制衡。公子，要是他们敢动手，我带着兄弟们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不用，我们有醉银州这个诱饵，他们不会轻易动手。3日之后，看我怎么让他们狗咬狗。是公子，我这就去传信。次日一早，刘征再次将众人召集在练兵场。公子，您昨晚上说的练兵法，我早晨已经命人传达，正在按照你指定的方法训练府兵，这里有我看着就行，您不必亲自监督。还是太慢了。刘征深知4大望族在瀛州根深蒂固，想要与之抗衡，不仅要自保，还要让府兵们加快训练才行。当即让秦长风继续招募府兵，加强府兵的训练。正儿，还有2天就要见4大望族了，你到底想好怎么分销售权了吗？可别跟他们硬拼啊！硬拼没用，得用东西换。爹，招兵的事怎么样了？已经招了500人，还在筛，都是身强体壮的。就是军饷得不少钱。醉银州赚的1万两够了。秦长风，府兵多久能形成战斗力？公子，按您的训练方法，再练1个月，咱们的府兵就能和望族私兵抗衡。若有盔甲武器，能以1敌2。武器盔甲是关键，银州的炼铁坊在郑家手里吧？前几任县后把炼铁坊卖给了郑家，现在银州的铁器都归他们管。走，去凤鸣楼，我要跟郑月如做笔交易。刘兄今日怎么有空来？莫不是想通了，要把醉银州的销售权给我？我要银州的炼铁坊，还有500精兵。刘兄胃口不小，炼铁坊是郑家根基，500精兵是私兵主力，你用什么换？比醉银州更好的酒。比醉银州还好？刘兄莫不是在开玩笑？醉银州已经是绝品了。是不是玩笑？跟我去县后府看看就知道，你大可看完之后再决定换不换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宝贝。这香味比醉银州浓多了，还分着不同的味。刘征从开始就在制作新酒曲，用现代工艺酿出清香型、酱香型、浓香型3种白酒，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。郑月如常年与酒打交道，仅凭香气就知这酒远超醉银州，心中已开始动摇。打开吧。这酒，左边是清香型，叫神仙酿；中间是酱香型，叫白玉京；右边是浓香型，叫醉八仙。郑小姐，请尝。入口清甜，回味悠长，比醉银州更柔，却更有韵味。紧接着，他又尝白玉京，立马眉头舒展。这酒醇厚，有股独特的焦香，适合慢慢品。当他最后尝完醉八仙时，呼吸都变得急促，一脸震撼地看着刘征。刘兄，这3种酒我要了，炼铁坊和500精兵，我现在就给你。刘兄，炼铁坊的地契和私兵调令都在这，若是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签合同了。郑月如深知新酒的价值，他选择毫不犹豫答应交易。炼铁坊虽重要，但新酒能带来的利润远超铁器。500精兵则是向刘征示好，想巩固合作关系。刘征不仅拿到炼铁坊，还获得兵力支持，为后续对抗其他3家望族奠定基础。炼铁坊的地契在这里，私兵我已经让人去调了，
3天内就能到县后府报到。新酒的供应我会在3日之后开始，正好我要先看看其他3家的诚意。我懂了，你是想让他们真醉银州，最后才拿出这3种酒，让他们后悔。他们不是想要醉银州吗？我就让他们抢，等他们抢得头破血流，才知道最珍贵的东西早被你郑家拿了。刘兄这计谋绝了，日后谁再敢说你是纨绔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征儿，你真把炼铁坊拿回来了，还有500精兵。爹，以后咱们能自己造盔甲武器了。有了这3种酒，银州的钱以后咱们说了算。刘兄，我先回去安排丝兵和炼铁坊的交接，3日之后我再来拿新酒。好，3日之后咱们再细谈新酒的定价和销售计划。我这儿子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，以前是败家子，现在却成了能拿捏望族的人。爹，这才刚开始。我这儿子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，以前是败家子，现在却成了能拿捏望族的人。爹，这才刚开始，等咱们有了盔甲武器，训练好府兵，银州的天该彻底变了。次日，郑月如答应的500精兵便来到了县侯府报道，这让县侯府的武力瞬间提升，同时有了炼铁坊，还解决了武器装备的难题。新酒则是掌控银州经济的关键。公子，郑家私兵训练有素，稍加整合就能和府兵配合。很好，等其他3家来商讨醉银州销售权，你让士兵们在府外操练，给他们点压力。公子是想让他们知道咱们有兵力，不怕他们威胁。不仅如此，有了炼铁坊，咱们能造更好的盔甲武器。等时机成熟，我还要造马镫、马蹄铁，组建真正的骑兵。公子，新酒已经备好，要不现在给郑家送过去？不急，让他们再等等，到时候让他们好好尝尝希望破灭的滋味。是，咱这就去安排人继续加快速度生产，争取给公子家多赚点银子。长风，走，跟我接手炼。从今日起，炼铁坊重回县后府管辖，你们都是县后府的匠人，月钱从郑家的50钱涨到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真的假的？比在郑家多1倍，跟着县后府有奔头。但有一条规矩，炼铁坊的所有事不准对外透露半个字，违者以叛国罪论处。遵命。你是这里的管事。回公子，鄙人吕大锤，之前替郑家管这方子。从今日起，你月钱5两，继续管事。这是板甲图纸，能造出来吗？公子，这盔甲是分块造的，从没见过这样的样式。分块锻造，再连起来，轻便还护得全。你们能锻精铁吗？银州匠人最会锻精铁，公子放心，我一定造出来。好，以后这里改叫神工坊。这1000两是采买铁矿的钱，尽快动工，注意保密。公子信任，吕大锤定赴汤蹈火。家里有老小，保命要紧，好好干，以后有你好处。一晃眼，便到了刘征和4大望族约定的日子。当天早晨，县后府门口停着3辆马车，每辆马车后跟着100名私兵，手持长枪。只有郑月如还没到场。3大望族为争夺醉银州销售权，故意带私兵压阵，想给县后府施压。刘大豪站在府门口迎接众人。县侯大人，鄙人来晚了，这县侯府还是得有私兵护着才气派啊。陈员外客气了，快请进。陈员外带这么多兵，是怕县后府招待不周。王员外不也带了，大家彼此彼此。都是为了醉银州的事，别伤了和气。县侯大人，我们进去谈。诸位都到了，看来我来迟了。郑小姐只带2个人，不怕我们欺负你？有县侯大人在，谁敢欺负我？诸位快请进，会客厅已经备好茶。3大望族走进县侯府，刚坐下就争论醉银州销售权，各自吹嘘自家实力，想逼刘大豪让步。郑月如早已知道刘征的计划，故意沉默，等着看3大望族上钩。县侯大人，醉银州的销售权必须给我陈家，我们的商队能把酒卖到凉州各地。哼，凭什么给你？我王家的马队开遍全国，精华都有分号，卖得比你远。我曹家有水陆码头，能运到江南，利润比你们高。诸位先别急，醉银州销售权只有1个，分给4家不行，不如我们用竞价的法子。竞价？刘大人，什么是竞价？就是4家分别写一个买酒的进价，密封在密函里，价高者得销售权，这样最公平，各凭本事。
还有这种法子，从没听过。公平倒是公平，谁出价高谁拿，输了也没话说。哦，好，就按这个来，我曹家不怕比。我没意见。这是我争而想的法子，诸位若同意，你们便写下你们的价格即可，价高者得。县侯大人，我们都没意见。好，来人，上笔墨。诸位，密函都是你们自己写的，不管谁赢都得认，不能反悔。我陈家说话算话。哼，要是输了，我王家绝不多说。放心，我们认。郑家10两1斤。哼，10两，郑小姐也太保守了。陈家12两1斤。12两够诚意了吧？王家13两1斤。陈员外，还是我出价高。哼，别得意，还有曹家的莫开。曹家15两1斤。15两。醉银州是绝品，15两值了。到了江南，能卖30两1斤。哼，15两，曹翁倒是舍的。诸位承让，醉银州值这个价。早知道我也加1两。曹翁好魄力，只是这价格，怕是要卖到金华才能回本。先后大人，契约既定，我陈家告辞。陈奎起身甩袖就走，家丁紧随其后。王增明也冷哼一声，带人离去，仅留下曹振、郑月如没有离开。刘征这时从屏风后走到众人面前。曹家主，恭喜！从现在开始，你获得了我们醉银州的独家销售权。刘公子，这是500两定金，后续按契约来。嘿嘿，曹家主爽快。刘公子客气了，既然已经约定好了，我先回去准备准备。郑小姐，日后你若是需要醉银州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给你优惠。先告辞了。恭喜刘大人和刘兄计划顺利完成，这是我们郑家的定金，还望刘兄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多谢郑小姐啊！嘿嘿，郑小姐，你就等着过阵子赚大钱吧。刘兄，既如此，我就不过多打扰了，告辞。郑小姐慢走。征儿一天3000两，咱们再也不用筹钱了。嘿嘿，爹，3000两还不够养1000兵。1000兵要多少？一人月钱1两，1000兵就是1000两，再加武器、粮草，5000兵至少要1万两月耗。这么多，那还招兵吗？招，还要建神工坊，得靠酿酒和工坊赚钱养兵。不说当官都能赚得盆满钵满，咋到了咱这钱还没焐热就得出去了？嘿嘿，爹放心吧，以后有我们赚的。秋收后尽快召回匠人，再招200人分酿酒、打铁2组。是，公子，只是打铁组缺熟练匠人，我会让吕大锤去招，重点找会锻精铁的。刘兄，别来无恙了。刘征刚吩咐完事情，身后便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。郑小姐来的正好，咱们去前厅尝尝我这新出的碧螺春。刘兄，新酒备好了吗？凤鸣楼快断货了。早备好了，秋收前赶制了200斤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县后府何时开府？不久之后，静待公告。刘兄，秋收时百姓心思活，正是推新政策的好时机，但你要小心。陈奎放话，开府之日要让你好看。他敢？陈奎背后是凉州都统陈霸天，陈家2000私兵都是上过战场的军士。原来是陈霸天，难怪陈奎这么嚣张。刘兄，郑家愿帮你。他来，我就让陈家灰飞烟灭。就在这时，吕大锤跑了进来，手上捧着一套金铁板甲，甲身泛着冷光。公子，金铁锤炼成了，板甲也铸好了，轻便还结实。好，按这个标准，先铸200套。这盔甲比普通铁甲轻多了。郑小姐，想进去看看神工坊的打铁区吗？真的可以。走，让你看看我为何不怕陈家。郑月如来到打铁区，看着眼前的忙碌的匠人以及旁边摆放的半成品板甲，内心一阵震撼。这是炼铁，怎么和我见过的不一样？没有锤子敲打的声音。这是高炉炼钢，比传统锻打快10倍，炼出的精铁更结实。公子，板甲已备好，在院中。走，去试试板甲的厉害。郑小姐，用这刀砍他肩膀，试试板甲能不能挡住。啊，这一刀下去会伤到人吧？放心，板甲能护住他。
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好了好了，郑小姐，够了。刘兄，这盔甲竟能挡百炼钢刃？当然，3天内造1000套板甲，开府之日要用。是公子。郑小姐，陈奎不是想在县侯府开府之日找麻烦吗？劳烦你放出消息，我要灭了他们陈家。刘兄，你果然有魄力，不过你的确有这资本，这事情我来办。郑月如满脸震撼地离开神功房。很快，刘征放话灭掉陈家的消息迅速在瀛州传开。刘家小儿干涉灭我陈家，他以为有几个破旧房就了不起了。老爷，县侯府太嚣张了，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老爷，要不要现在就带兵去神功房？不必，开府之日，我要当着全鄞州人的面，让他刘征颜面扫地，传令下去，士兵加紧训练。是。家主，刘征公然挑衅望族，我们得和陈家联手啊！联手，陈家有陈霸天撑腰，想当出头鸟就让他们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开府之日，我们带私兵去看热闹。陈家赢了，我们分好处；陈家输了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家主英明。曹老爷，刘家小儿野心勃勃，今日灭陈家，明日就会灭曹家，不如我们联手夺了神功房，酒房我们两家分。多谢陈员外好意，但最瀛州已够我曹家盈利，冒险的事我不干。曹老爷，你回本就说曹家无意参与。月如，你去了神功房，刘家小儿怎么说？我们要不要和陈家联手？联手？祖父，刘家子的板甲能挡百炼钢刀，1000套板甲即将完工，4家合力都打不过他，何况陈家？什么？月如，此话当真？祖父，孙儿亲眼见板甲挡百炼钢刀，神功坊实力深不可测，郑家切勿与县侯府为敌。哼，你怕不是和那败家子有染，才帮他说话？刘家子恶名满凉州，哪来的实力？大伯物血口喷人，刘征步步为营，绝非纨绔。月如，陈家都要动手了，咱们该趁机夺神功房。哼，够了！郑家背后有皇后，不可因小利失大体。若县侯府遇袭，可派1000名私兵相助，退下。谢祖父。迟早被你坑了郑家。在4大望族商讨时，县侯府家丁在城门口贴告示，宣布8月初8开府。县侯府告示8月初8开府，当场选官，官绅白绅都可应选。真的？白绅也能应选？荒唐！选官岂能如此儿戏？这是要抢我们的出路。鄞州辟弊，需贤才公之，凡有能力者，皆可参选。快去告诉同乡，咱们有机会当官了。公开选官，刘家小儿是想断我们望族的路。老爷不可冲动，县侯府或许有防备。防备？我带500士兵去县侯府门口转一圈，让他知道谁才是鄞州的主人。来人，跟我走。刘兄，你可知外面乱成什么样了？陈家带兵叫嚣，士族都在反对公开选官。我知道，公开选官本就是要打破旧局。你这是在玩火，郑家叔父们都快反了。寒门弟子都在支持我，鄞州要发展，不能只靠望族。可沈行只是个寒门文人，已经内定他当长史。你不信他的能力？铁柱叫他上来。闻言，魏铁柱下楼，片刻后将醉醺醺的沈行拉上3楼扔在地上。沈行从地上爬起，揉了揉眼睛，看到刘征、郑月如后，连忙整理衣袍行礼。白身沈行见过刘公子、郑大小姐。沈行，鄞州困局如何可解？只给你一次机会。鄞州病根在土地，望族占地无数，百姓无田可种。第1道政令，当立土地继承法，限制望族土地传承，均分无主之地给百姓。你再说一遍。土地继承法让百姓有田，才会归心；限制望族，才会削其势。这是要动望族的根本。好一个土地继承法！沈行，明日起你就是县侯府长史。刘兄，那这个土地继承法具体该如何实施？当然是不分男女嫡庶，家产均分。望族土地经几代裂变，势力自会削弱。对，此法软刀子割肉，既不引发即刻叛乱，又能瓦解望族根基，还能得百姓支持。
女子也能继承，我也能分郑家产业。没错，刘兄，我这就回郑家，说服祖父支持此法。开府前3日，你须拟好法案细则，再帮我筛选应选人才。公子放心，沈刑定不辱命。郑月如离开凤鸣楼之后，立马写下刘征所说的政策，深夜来到祖父的书房，将政策呈上。郑生看着纸上写的内容，神情十分凝重。祖父，此法若推行，孙儿可继承3房产业，郑家也能借县后府之势压过陈王2家。均分家产会削弱郑家根基，但你说的对，这是你掌权的机会。陈家明日必发难，咱们需带全兵支持县后府，才能抢得先机。好，明日你带郑家所有私兵去县后府，我坐镇家中，防备变故。很快，县侯府的开府之日便到了。因为刘征之前的攻势引来了无数底层百姓的支持，开府之日，无数农民手持锄头围在县侯府门口，同时也因此惹怒了瀛州望族。陈家和王家纷纷带私兵前来县侯府，而曹家则是带着私兵前来观望。瀛州数千私兵齐聚县侯府，谁敢动县侯府，我们跟他拼了！一群泥退子也敢杠我，滚边去！我们王家今日到县侯府有要事相谈，若是谁敢捣乱，直接就地处置。陈员外府内备了茶水，私兵可在外等候。别玩花样，不然今日就让你县侯府血流成河。刘兄，县后府安全，交给我。郑小姐，你这是选边站？我选对的边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今日是咱们县侯府的开府之日，大家请进。众人入列后，开府仪式按流程进行，由沈行宣读任命。祭天，4大望族须予威仪。仪式后进入公开选官环节。凉州府任命刘大豪为瀛州后，掌瀛州军政。装模作样，一会儿就让你下不来台。诸位宣读任命和祭天皆已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开始选官环节，还请诸位移步县侯府广场。乡亲们，我是鄞州新上任的县侯刘大豪，我宣布，此次公开选官正式开始。选官不分官绅白绅，凡有能者皆可参选。县侯大人，农民也能参选，是农工商，岂能无别？荒唐！你腿子懂什么知识？鄞州疲弊，需贤才共治。农民若有能力，为何不能参选？大人说的是，那我倒要问问大人如何评定能力？唐公子说的对，农民也能当官，这是辱没读书人。县侯大人，您这选官之法，怕是要让鄞州沦为笑柄。你会什么？敢在此叫嚣？刘公子，不如你出题，风花雪月非花令，我唐氏伟无一不精。你要应选什么职位？长史，县侯府文官之首，非我莫属。抱歉，你不够格。你妒我才华，告示说揽尽英才，你这是言而无信。就是刘公子欺世盗名。好，那你先吟首诗证明你的才华。既如此，那在下便献丑了。人生在世不称意，明朝散发弄扁舟，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好诗，写出了我辈文人的悲愤。刘公子如何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公子大才，此乃千古绝唱。公子大才，吾等唐突了。你要当长史，可知鄞州一家5口，一年多少口粮可饱腹？我游历山川，不问所事。那一家年收入多少可免其讨？山中能当口粮的野菜有几种？如何帮农民增收？我不知道。你自称英才，却连百姓生计都不懂，也配当长史？在下不才，长史之位我不争了。废物，拿我陈家的钱，竟如此没用！我有一情事，您也想死？不必读了，县侯府不要只会吟情诗的人。刘公子，非也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如何用中庸之道解决鄞州粮荒？我只懂背诵。下去吧。刘公子，你是在戏耍我们吗？到底要选什么样的人？莫非真要选那农民？那就刘二夫，
就是来凑凑热闹。哎，俺不懂诗文。你腿子也想当官，沐猴而冠。你知道我刚才问的问题？说说看。言语锣鼓出到家，亩收30担，银州种田亩收1担5，夏田8斗，一家5口，2两纹银可饱腹。你可识字？上过几年私塾，会写自己名字，能读懂书。好，梁二府应选县后府农部参事。让农民当官，这成何体统？哎，俺当官了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县后大人慎重啊！这刘家公子太不把我陈家放在眼里了。农部参事是陈奎觊觎已久的职位，他事前已向刘大豪暗示这个位置给他们陈家。不许喧哗，肃静肃静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接下来由我询问应选者。农部参事已经有了，工部参事乃是魏铁柱，监察参事秦长风，暂缺执笔参事和司马等职位，我将亲自选拔。执笔参事需具备文采，因县后府重实用清文墨而不满。刘征更倾向魏铁柱这类能办实事的人才，很快选定了一名在凤鸣楼比较关注的一个才子担任执笔参事。司马职位需统筹全局，选拔耗时许久。刘征最终选定私塾先生谭威和郑家所属的黄茂祥。今日就散了吧。刘公子，不是还有一个张四维吗？是我忘了说了吗？长史已经有人选了，正式审刑。荒唐！他一个寒门弟子，这么一个酒鬼能当长史？先后大人居小人，属才子，我陈家第一个不服。不服？不服？有何不服？这等腐朽的先后府要来何用？给我把这里砸了！陈奎，你这是谋反！谋反？不，我陈奎今日是要拨乱反正，我银州不需要这老死子的先后府。陈员外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陈家这又何必？陈员外，当真要冲杀我县后府，你可知按王朝律例，这是抄家死罪。死罪！黄口小儿，你吓得了我！我陈家精兵拿下县后府，易如反掌。监察参事秦长风何在？属下在。陈家豢养私兵，该当何罪？按王朝律，私兵过500者，谋反大逆，诛9族。冲杀县后府何罪？谋反大逆，诛9族。你来处理。入室戏子吗？杀我陈奎！陈奎放肆！哼，怎么郑家也成了县后府的狗？从今日起，银州百姓须知，县后府治管银州，存亡是我，荣华是我，疾苦是我，安定是我，动荡是我，信我，荣辱与共。杀！荣辱与共，荣辱与共，荣辱与共。大家别慌，府兵有搬家，能打胜仗。这是府兵吗？以前行兵也敢对抗我陈家精兵，杀！给我杀！一个都不留！砍不动，他们的盔甲是铁做的。陈家精兵刀砍在府兵板甲上，毫无作用。府兵奋勇反击，瞬间将数个私兵放倒在地。秦长风一人指挥多名陈家兵。废物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？给我杀！杀回去！陈家精兵阵型溃散，陈奎瘫坐在地。秦长风率府兵追击，陈家精兵四散奔逃，惨叫连连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家主快跑，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还好没帮陈家，不然我们也完了。刘公子藏得太深了。陈家私兵半数被擒，半数逃窜。广场上散落着许多兵器，府兵们高举兵器，齐声欢呼。县后府万胜，刘公子万胜。县后大人击溃陈家，私兵2000，击毙1000人，重伤500，逃亡500。陈奎被护卫救走。逃了派人追。不必，陈家已无威胁。审刑秦长风即刻去陈家抄家，清点资产。是。县后大人，郑家愿献1500私兵，自留500，以示对县后府的臣服。私兵暂不用交，各家护生以需兵，待日后再议。郑儿说的没错，各家护生以需兵，待日后再议。县侯大人明事理，我家中还有事，先行告辞。王增明和曹振纷纷离开，郑月如和刘真二人客套几句，便也离开了县侯府。郑儿，你这招可够狠的，他们现在都主动交私兵了。爹，不能逼得他们无路可走，咱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日后银州再无人敢小看咱们。没错，爹这回总算是能沾光了，日后在你娘亲面前也有了吹嘘的本事。
爹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晚上，刘征翻看沈行递来的抄家账簿，他没想到陈家的资产居如此雄厚，足足有银子20万两，粮草30万石，良田1800亩，其他还没统计的产业众多。陈家简直是蛀虫，银州百姓饿肚子，他们却囤这么多良田。公子，这笔资产足够支撑银州改革，政令可颁了。先从屯兵制和土地继承法改起，再推开垦、免税、养马政策，一步步来。公子放心，政令细则已拟好，明日便可张贴。次日一早，县后府在城门口张贴许多政令，且当众宣读。乡亲们，大家都听好了，县后府发布第1道政令：县后府1000亩良田自留100亩，其余配府兵，实行屯兵制。府兵闲时种地，忙时训练，生产工具县后府供，军户土地永久免税。真的，当兵给地还免税？我要报名。我也去，先去县后府排队。让府兵种地，这不合常嘞。百姓有地种才会买我的货，是好事。大家先别安静，现在我宣读县后府的其他政令。居然还有政策要实施？咱们不识字，您快念给咱们听听。大家听好了，县后府决定将土地继承由长子继承法改为自然继承法，不分男女，均分家产。另外，开垦荒地所有权归农民，免3年赋税。女子也能分地，我家闺女有指望了。我明天就去山里开荒。自然继承法真是要拆我们的根基啊！县后府刚平了陈家，我们不能反，只能忍。除此之外，银州免税3年，外地商贩入境收税，过桥收税，鼓励养2州马，县后府盖马厩，养殖户免税。县后府万胜，刘公子万胜。政令颁布之后，无数人赶到县侯，百姓报名参军，申请开荒，登记养马。都别急，一个个来。参军的去左边，开荒的去右边，登记养马的跟我来。排队，别挤，县后府不会漏了任何人。嘿嘿，这才是银州该有的样子。公子政令得民心，银州定会越来越好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还要修水利、办公房，让银州富起来。公子，只怕有人会反对咱们这些利民政策，毕竟咱们县侯府想要维持也有许多地方支出。你把县侯府众人都召集到议事厅。是。